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在饮食文化中也不例外。比如说那些奇葩美食，外地人不敢吃，当地人却很喜欢。下面盘点中国10个奇葩美食，看看你吃过吗？你见过用牛的消化液汁做火锅吗？你吃过孵化到一半的鸡蛋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微观世界，本期我们来聊中国10大奇葩美食。第一，安汤。安汤是贵州雷山的特色美食。安汤可以说是美食界的一朵奇葩，有着独特的烟酸味和臭香味，经常作为汤锅料底使用，也可以直接享用。安汤的制作方法和腌酸菜差不多，但使用的食材更加丰富。它包含了各种蔬菜，甚至肉类。具体用什么食材没有统一规定，全看个人爱好。把所有食材洗净后，放入没有油渍的几十年老坛中，静待食物发酵变酸。由于食材种类比较多，发酵后的味道带有特殊的臭味，但不刺鼻难闻。这种奇特的臭味难以形容，混杂着辣、酸、臭，却让人闻着就有食欲。虽然气味特殊，但安汤吃起来醇香四溢，鲜美无比。发酵后的食材酸爽开胃，是苗族人夏季解暑必备的美食。至于安汤的起源，民间流传的说法有2个，一是以前苗族人比较穷，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全部装在坛子里保存，无意间发明了安汤。另一个说法是，以前的苗族人常年住在深山，下山采购食物路途遥远，要找到一种将食物进行长时间存放的方法，于是安汤应运而生。第二，土笋冻。土笋冻是发源于福建泉州的特色食品，福建沿海地区的特色美食，外观和钵仔糕类似。从名字来看，土笋冻似乎是用到竹笋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。实际上，土笋不是竹笋，而是一种海鲜，学名河口革囊星虫，身长2-3寸，当地人称黑土鳅或海蚯蚓。制作土笋冻的方法非常简单，把抓到的土笋放养1天，让其吐尽泥沙，再压扁破肚，然后下锅熬煮。因为土笋和猪皮一样，胶原蛋白含量很高，长时间熬煮让汤水变得粘稠，随后将其装在小碗里自然冷却凝固，土笋冻就完成了。作为一种小吃，土笋冻可以搭配很多蘸料，甜酱、辣酱、蒜蓉酱、酸萝卜丝、芥末等都可以，放什么根据个人口味而定。但由于土笋的外观比较丑陋，看起来像一条肥肥胖胖的蚯蚓，不少人都难以接受。第三，四川糌粑人臭猪肉。四川糌粑人的臭猪肉是四川最独特的美食，一头猪挂在房梁上腌制30年，时间越久越好吃。臭猪肉的制作方法跟烟熏肉和腊肉差不多，但也有存在很大差别。制作臭猪肉的时候，糌粑人是把猪勒死，而不是放血。把猪宰杀之后，在胸口处开口，切断心脉血管，让猪血流进肚子里，随后将内脏取出，用青稞、小麦等谷物填充后缝合，再把猪的口鼻、耳朵等七窍封好，悬挂在炉台上的房梁自然烟熏即可。臭猪肉的烟熏时间非常久，一般都长达10年，最久可达30年。一般只有招待贵客的时候，糌粑人才会取下臭猪肉让客人享用。由于常年烟熏，加上落下的灰尘，臭猪肉看起来非常丑陋。如果是不知道情况的人，估计都以为是什么僵尸肉呢。虽然臭猪肉外表看似恶心，但味道醇香可口，是糌粑人心中最顶级的菜品。第四，海南鱼茶。海南鱼茶的名字里虽然带有一个茶字，但它和茶水完全没关系。它是海南省黎族、苗族招待客人的主要菜肴，也是当地的风味食品。鱼茶和酸菜安汤一样，属于发酵类食品。众所周知，大多数发酵而成的食物都带有一股独特的酸臭味，鱼茶也不例外，而且臭味更加浓烈。食物性状也是常人难以接受的，因为鱼茶的制作方式非常简单粗暴，
把鱼去鳞去内脏，洗净后切断，然后和煮熟放凉的米饭、高山姜、葱蒜等混合搅拌均匀，再加入适量的盐调味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鱼肉和米饭装进干净的坛子里，发酵15到25天，鱼茶就做好了。鱼肉在整个过程中都不需要烹饪，直接生腌。经过发酵之后，鱼肉变得软烂，和米饭混合在一起，成为糊状食物，开盖即可食用。不能接受的人，光是看到软软烂烂的鱼肉和米饭，估计就开始反胃了。虽然鱼肉的外观和气味比较不雅，但味道酸而微咸，甘香可口，能引起人的食欲。第5，撒撇。撒撇是云南傣族的特色美食，含义比较广泛，通常带使用特制配料凉拌的肉食，有牛撒撇、猪肉撒撇及鱼撒撇等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牛撒撇。相比于其他的奇葩美食，其实撒撇的整体制作过程算不上黑暗，只不过味道让很多人难以接受。制作牛撒撇的时候，傣族人先把黄牛肉捣成肉泥煮熟，再配上米线、牛肚和牛皮酱等作为主菜，而精华则是另一份佐料。这个佐料的原材料是牛粉肠里的粉肠水和胆汁，经过煮熟过滤后得到的汤汁，再加入其他配料，最后把牛肉酱、牛肚等放进佐料里，搅拌均匀即可食用。另外也可把牛肉切片直接蘸着吃，然而就是因为胆汁的存在，撒撇的味道比较苦，再加上其他配料酸、辣、麻等味道，吃不惯的人会觉得难以下咽。第6，牛瘪火锅。牛瘪又称为百草汤，是黔东南地区独特的一种食物，深受侗族、苗族人民喜爱，被黔东少数民族称为待客上品。作为一个比较出圈的奇葩美食，其实很多人都听过牛瘪火锅的名号了。牛瘪不是牛身上的某个部位，而是牛的食道和蜂窝肚之间那些未完全消化物中所提取出的液体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牛肚子里还未消化完的草以及胃液混合的液体。拿到这些液体之后，用来做火锅汤底，牛瘪火锅就完成了。因为是半消化的东西，所以煮牛瘪火锅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大家懂的都懂。但牛瘪火锅煮开之后，牛粪味就不那么重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青草的味道，吃起来有点像药膳，微微带点苦味。虽然外乡人难以克服心理障碍去吃牛瘪火锅，但对于贵州当地人来说，牛瘪火锅是逢年过节必备的菜品，也是款待宾客的上等佳肴。第7，活珠子。活珠子是南京非常有名的特产，属于当地比较常见的小吃。可是这个小吃对于外地人来说，简直是黑暗食材。活珠子其实就是鸡蛋，不过和普通的鸡蛋不一样，活珠子是孵化了约2个星期的鸡蛋，里面的胚胎隐约有鸡头、翅膀、鸡爪的痕迹，但大部分还是蛋白和蛋黄。这种半孵化的活珠子，直接水煮之后就能食用。味道和鸡蛋差别不大，但有了小鸡雏形的部分，口感比较硬。它含有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和婴幼儿所必需的2种氨基酸，营养非常丰富。不过由于已经有了小鸡的雏形，很多人看到后基本都难以开口食用。但对于自带吃货属性的中国人来说，活珠子其实也算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美食了。现在很多地方都已将其做成卤蛋，并包装出售。第8，毛鸡蛋。毛鸡蛋和活珠子从广义来说是同一种东西，但细分一下的话又有很大的不同。最主要的区别是，毛珠子是活的，而毛鸡蛋是死的。毛鸡蛋就是指鸡蛋在孵化过程中因为意外因素而导致胚胎发育停止，死在蛋壳内尚未成熟的小鸡。大家可以这么理解，毛鸡蛋就是包在蛋壳里的小鸡仔。敲开蛋壳之后，里面就是一只长了毛、已经基本成型的小鸡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吃鸡蛋里的小鸡确实非常难以接受，而且如果是死胎的毛鸡蛋，含有大量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以及各种寄生虫等，吃了对人体健康有危害。
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活胎的毛鸡蛋了，把鸡蛋煮熟之后，取出小鸡蘸着椒盐吃，是比较流行的吃法。第9，三只耳。要说重口味程度，三只耳绝对是中国美食界里的佼佼者。由于场面容易让人感到不适，就不给大家展示了。三只耳是一道很多人听过但没有见过的传说中的菜，它概括来说就是直接生吃。刚出生的光溜溜的小老鼠，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老鼠的叫声就是尖，而吃老鼠的整个过程它会叫3声，用筷子夹住活老鼠，它就会叫出第1声，然后蘸调味料叫第2声，放进嘴巴里就会叫出第3声，因此得名三只耳。相信绝大多数人听到三只耳是活老鼠就有点炸毛，毕竟老鼠作为4害之一可是非常脏而且令人害怕的。但实际上三只耳用的老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肮脏，一般食用的三只耳采用的都是人工饲养的大白鼠，而且粉嘟嘟的无毛鼠都要用蜂蜜喂养，所以据说吃起来口感不错。第10，童子汤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童子汤是网友们心目中最奇葩、最具有冲击力的奇葩美食。顾名思义，童子汤就是用童子尿来煮鸡蛋，用人体代谢的产物来煮鸡蛋，这画面光是看着就辣眼睛了。事实上，童子汤烹饪的过程中也确实辣眼睛，尿液独特的气味经过煮沸之后散发得更加彻底，熏得人眼睛疼。尽管童子蛋食材本身很正常，但煮的过程中要把蛋壳敲碎，让鸡蛋被童子尿充分渗透，因此大多数人都无法克服心理障碍去享用这个奇葩美食。尽管如此，在浙江东阳人眼里，春季吃童子蛋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习俗。卖童子蛋的摊贩称，吃了童子蛋，春天不会犯困，夏天不会中暑。童子蛋已经入选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据称有滋阴降火、止血治医的功效，很受当地人欢迎，甚至比茶叶蛋还好卖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美食，但不是每个地方的美食都能让人接受，因为地域的差异，人们饮食习惯的差异，可能一开始接触并不喜欢，但是慢慢的了解、尝试之后，或许就会爱上它。这就是食物的魅力，饮食文化的魅力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本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加转发，我们下期见。